最近这些职场性骚扰新闻真的让人看得好生气。其实麦当劳现在连寿司郎也爆出这种事情，而且还不止一件，真的让人对这些连锁企业的管理感到非常失望。4月时，19岁的李小姐在寿司郎新店分店打工期间，遭同事张男诱骗至无监视器的休息室，并在过程中抚摸其双手，随后更强行抓住她的双手强吻。光看文字描述就觉得好可怕。李小姐表示，该事件导致她的忧郁症病情加重，甚至无法再寻找新工作。李小姐事后向店长反映，店长却以休息室并非公司所有为由推诿，且张男否认行为，并造谣李小姐乱讲话。虽然寿司郎派出区经理进行慰问，但未有明确处置结果。李小姐最终选择离职。之后，李小姐提起法律诉讼，张男于和解时仅愿支付3万元赔偿，最终被法院批处拘役50天，可一科罚金5万元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在和解过程中，张男的母亲态度恶劣，甚至当众表示把我杀了也没这么多钱赔你，真的是一个垃圾，一家都垃圾。儿子做出这样畜生行为，同样身为女性的妈妈竟然讲出这种话，令李小姐感到2次伤害。李小姐最终决定上诉，坚持追讨公道。小编也支持告到。另一起性骚扰案件发生在寿司郎台北公馆分店，前女工读生姚姐投诉，17岁时在该店任职，遭李姓男主管以帮忙细微裙为借口，频繁触碰腰部与身体。该名主管还多次询问她的私人生活问题，如有男朋友、谈过几次恋爱，引发极大不适。叶小姐指出，男主管不仅对她骚扰，还对其他新进女员工以及来自支援门市的员工有类似行为。尽管副店长曾进行关心与调查，但未见公司采取实质措施，最终叶小姐选择离职，而该名男主管则未受到明确处分。针对这2起性骚扰事件，寿司郎的回应也官腔，说什么有完善的申诉机制，根本是放屁。如果真的完善，这些事情还会发生吗？而且还被劳动局抓到没通报，这根本是知法犯法。难怪网友会说，这些大公司主张都说很重视员工权益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在管。这些事件真的凸显了职场性骚扰的问题有多严重。很多施害者都利用职位上的权力欺负新进员工或工读生，就因为看准他们比较弱势，不敢反抗。而且台湾法律对于这些性骚扰的畜生惩罚实在太轻了吧，拘役几天罚几万块，对那些施害者根本不痛不痒。难怪他们敢这么嚣张。性骚扰案件层出不穷，恐龙法官造就了台湾成了犯罪天堂。看到这些新闻，真的觉得台湾的性别平等还有长的路要走，不只是法律要更严格，公司也要真的落实性骚扰防治，建立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改变社会的观念，不要再觉得性骚扰是小事，要勇敢站出来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其他人。真的希望这些受害者都能得到应有的赔偿和正义，也希望这些公司能好好检讨，不要再让下一个受害者出现了。